大家好，我是锦瑜。经过近60个小时的发酵，米酒终于做好了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米酒的做法。米酒有的地方叫醪糟、甜酒或者酒酿，各个地方的叫法不同。米酒一般用糯米和酒曲做成，也可以用普通白米，甚至剩饭也可以做。其他的粮食也可以做，但口感就不同了。这里我用的是糯米，常见的糯米分长糯米和圆糯米，圆糯米做出来的米酒更香甜一些。今天我用传统酒曲来做米酒，这个圆圆的球就是传统的酒曲，一般在农贸市场可以买到。2颗酒曲发酵2公斤糯米，这种袋子装的呢是甜酒曲，超市都能买到。1袋甜酒曲就可以发酵2公斤糯米。将所有的器皿清洗干净，特别是油污一定要清洗干净。将糯米用清水浸泡透，让糯米吸饱水分，一般需要3到5个小时。天热的时候浸泡的时间可以短一点，不需要用手使劲搓洗，要尽量保留淀粉质，发酵需要淀粉质。将糯米泡到这样用手轻轻的一捻就碎了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准备好无油污的蒸锅，铺上笼屉布或者纱布，把糯米沥干水分，将糯米平铺在蒸锅上蒸熟。在糯米上再戳几个小孔，这样有利于空气流通，让糯米均匀受热。水开后大火蒸40分钟。如果您像我这样一次蒸的糯米比较多，中间可以像这样把米翻动一下，让米粒受热更均匀一些。烧1500毫升开水放凉待用。把晾米酒的器具用开水烫一下，防止杂菌繁殖。40分钟后关火，再焖5分钟。现在打开锅盖，糯米已经蒸好了。米粒要像这样保持一定的弹性，但也不能蒸得太软太烂，要这样粒粒松散、颗颗透明就可以了。把蒸好的糯米转移到容器中放凉，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着急，一直要等到糯米饭的温度低于体温，大约30度左右才可以进行下一步。如果温度太高，会烫坏酒曲，所以一定要等到温度降下来。如果您赶时间，可以放冰块降温。最后盖上一块湿布，防止表面的糯米风干。现在我们把2个酒曲磨成粉，磨得越细越好。糯米饭已经放凉了，倒入1500毫升刚才放凉的开水，也可以用纯净水，轻轻将糯米饭搓散，搓成一粒一粒的，千万不要把糯米饭搓烂。如果感觉糯米饭太干，可以酌量的加一些水，这个水加到什么程度，需要凭你的感觉来判断。当你感觉所有的糯米饭都已经散开，没有结块，但是底部也没有多余的水分的时候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米粒虽然都很粘，但是它是一颗一颗的，没有结块。然后就可以放酒曲了，把酒曲均匀地撒在糯米饭中拌匀。注意器皿和双手一定要保持清洁，或者你也可以像我这样戴双手套。将酒曲和糯米饭拌匀后，轻轻地把米饭铺平，不要使劲地按压，然后在米饭中间戳一个洞，这就是我们叫的酒窝。最后在表面和酒窝上再撒一点酒曲，往酒窝里倒一点点水，蒙上保鲜膜，盖上锅盖就可以了。糯米加上酒曲之后，碳水化合物经过酶的作用转化成糖，而糖经过发酵菌的一个发酵，它就变成了少量的乙醇。整个发酵的过程都需要适当的密封保存，不然空气中的杂菌进入后容易长毛坏掉。如果米酒长出5颜6色的毛，说明米酒坏了，就不能吃了。强调一下，是适当的密封，不是完全密封，不能用密封罐，因为发酵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气体，
完全密封后，大量的气体会形成很强的气压，开罐的时候有可能像开香槟一样，砰，很吓人。现在我们要把这锅糯米饭放在一个温暖、温度比较恒定的地方，20到30度是米酒发酵最合适的温度。在夏天要避免阳光直射，避免高温。如果是冬天，可以放在暖气片上，或者用棉被加热水袋保温，但温度一定不要超过30度。温度太高，米酒反而容易坏掉。现在我们这边的温度是25度左右，一般2-3天就能发酵成功。当闻到淡淡的酒香，味道也非常甜，米酒就成功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冰箱里保存，停止发酵，不然甜味会慢慢变淡，酒味会越来越浓。米酒非常有营养，可以促进食欲，帮助消化，解渴消暑。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米酒做的饮品，在米酒中加入苏打水或者白开水，用料理机打碎，放入冰块，再用一朵留兰香装饰，一杯好喝又好看的米酒饮就做好了。还可以用米酒煮汤圆，也可以煮荷包蛋，冰镇之后是非常好喝的冷饮。做菜时放米酒，可以提鲜去腥。温馨提示：米酒的酒精含量在15%到25%之间，喝了米酒不可以开车。米酒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锦瑜，下期再见。